为什么中世纪的人一生只穿一件衣服呢？你知道100年前我们在防疫水平上也是世界第一吗？人们对个人卫生的重视与历史的发展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好，我是大蜡烛。最近我看了很多与传染病有关的书籍，看得越多我越感觉一定要将人类的文明发展与自然的博弈结合起来分析。历史当然有规律可循，但过去我们关注的更多是人类社会内部的一些规律。实际上与细菌病毒有关的流行病一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看不见的手，影响着我们的历史走向，甚至有时是历史的书写者。从这个视角来看，历史也非常有意思。比如巴黎和会召开时，美国威尔逊在巴黎谈判时就得了上世纪初的世纪大流感，所以美国在影响世界格局的谈判中没掌握什么主动权。一战打不下去本身也是因为大家都得了大流感。通过阅读各种资料，我发现中国历史上只要是著名战役几乎都被传染病影响。比如赤壁之战，曹操最大的战损实际来自于传染病。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上之前，之所以北京被李自成迅速攻破，也是因为1643年那个冬天北京城爆发了鼠疫，跟欧洲黑死病第二次大流行也是同一周期。而同样是在1643年出生的牛顿，也是因为后来逃离黑死病才有机会去农村老家，在苹果树下读书。1666年整个剑桥都因为疫情停课了，城里都没什么人。牛顿在乡下当时停课不停学，二项式定理、微积分、反射式望远镜第一、第二定律都是他自己隔离那18个月搞出来的。历史上有4次大鼠疫流行周期，我们现在正处在第4次，这是过去2000年全球多年代际温度变化重建和模拟以及火山活动的对比图，跟大鼠疫周期也是吻合的。科学家也根据树的年轮整理出了过去2000年全球的天气变化，发现其中有4年是最夸张的灾年，其中540年、1325年对应的也是查士丁尼大瘟疫、黑死病、鼠疫，患病人最多的时期。面对这些，医学界都做过什么样的调整和应对呢？遗憾的是，也许历史上90%的疫情我们都没有在当时完全战胜，都是细菌或病毒自己突然就没的。当时很多国家的死亡率都超过了45%，比如英国其实跟灭霸打个响指的效果也没啥区别。黑死病期间，欧洲人均寿命才20岁，仅仅比山顶洞人高一点。也有人统计过，其中传播最快的7个月带来的死者人数，相当于每天在不同的城市里都有2颗原子弹发生爆炸。客观的说，后来伤亡人数每次大幅度的减少，是得益于公众卫生和个人卫生的重视和隔离方法的使用，而不是特效药。那中世纪时期的城市和卫生和医疗水平落后到什么程度呢？当时虽然很多城市完成了城市化，但并没有像古罗马时期修建排水系统，大家有任何生活垃圾都是顺窗户扔，牲口也没固定安放地点。伦敦甚至到了17世纪初，还有些地点是这样。中世纪有很多房子的设计，人是和家畜住在一起的，而且进出用一个门，多数家庭是好几口人睡一张床上。城市里有钱的人家也是全家人住一个屋，跟老鼠共存自然也很习惯，而且也没有洗澡刷牙的概念。很多人一辈子就穿一件衣服，其实不见得是生产力不够，还是宗教的原因。当时人们的天性是要被压抑的，所以大家都有一个观念，沐浴包括刷牙是性道德败坏之源泉其实也挺合理的。假设人人都有那味儿自然也可以消除邪念。这个影响甚至持续到了中世纪以后。18世纪一些古老的旅游手册里记载过，当时巴黎有1半的人口一生从未洗过澡。路易14一生洗的澡基本是个位数这个历史记载的很明确。后来得了脚气死了。路易16好了点，1年能洗2次。其实中世纪之前大家还是很在意个人卫生的。古罗马人在城市里修了很多公共浴池，还会刮除牙结石。上流社会宴席还有黄金牙签，用完还能带走。古印度人更夸张了，由于宗教的原因，一天能洗5个澡，漱15次口，还会用新鲜的嫩枝把前段咬碎了刷牙。而中国早在唐朝时期就开始流行吃完饭喝口酒荡荡口腔，保持口腔清洁，防止病从口入。更早以前呢，边阙还研发了苦参汤这种东西，养生又防口气。从历史上看，中世纪的个人卫生其实是倒退的。中世纪因为没有教育概念，大家都是文盲，很多国家国王都是不识字的，知识也就都被教会垄断了，医学自然也不例外。也许那时人大脑中连健康的概念都没有，就算有健康概念也找不出病因。当时巴黎大学的科学家团队也是最强的，他们共同探究黑死病的原因，最后认为有3大原因一，这个星球之间邪恶之力污染了空气，外星空气来到了地球；2是大地里释放了邪恶之力；3呢是黑死病是通过眼波传播的。如果你通过某些
些角度看到了患者的邪王针眼，你就会得病，反正都很中二就是了。当时的医生主要2种技能，其实也是放血和拔牙。放血疗法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为什么牙医又那么多呢？因为真的是人人都牙疼。在人类以小麦为主食之前也就是旧石器时代前的几百万年，人要经常吃未经处理的动物和植物食材，甚至包括种子的外壳，所以对牙齿和口腔的本身有一定清洁的作用。更多对牙齿的损害是骨头对牙齿的磨损。但等我们以小麦加工为主食时，就很难有这种效果了。而且有意思的是，当时一个牙医的职业路径竟然是要从当理发匠开始帮教会的僧侣大佬们剪头。你要先在修道院成为负责理发的仆人，接着托尼老师们要再加入理发匠工会，然后再去学习拔牙手术。不想当牙医的理发师不是好僧侣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欧洲很多的医生都要挂在理发师协会下面的原因。后来我在以前视频也讲过，疫情的前200年真的是把所有该试的方法都试了，大家终于有了一些怀疑意识及创新思想。后来一位法国医生发明了鸟嘴面具，里面放了很多香料，但因为鸟嘴的开口很大，肯定也没有隔离作用。后来也开始又有人尝试在屋子里焚烧香草，手里时刻拿着口含香料丸。城市里也建了少量公共浴池，虽然没用，但也说明人们开始突破了神学的束缚。在英格兰德比郡的亚姆村，1665年村中的裁缝在收到一包从伦敦寄来的布料之后就死了，后来跟他接触过的5个人也瞬间去世了。这时村民们才发现这批布料里的跳蚤有可能是有毒的，而且可以人传人。为了不祸害其他地区，村民们自发进行了隔离，不仅外面的人不能进，里面的人也不能出村。但村民们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350多人最后仅剩80多人。而这个悲壮的故事也是区域性隔离的经典事例。黑死病当时未被治愈，悄悄的就离开了。19世纪人类终于掀起了第一次卫生革命的浪潮。首先发现了老鼠和跳蚤是传染源，后来约翰斯诺又发现了原来水也可以作为疾病传染源，并推广了水的烧开饮用。英国政府制定法律，规定每幢房屋都必须安装适当的污水处理系统，马桶开始进入千家万户，老鼠不再横行肆意。不过这次卫生革命浪潮中，对世界贡献最大的人应该是一位华人伍连德，因为他的很多发现为20世纪初的世界大流感提供了大量抗击流行病的经验。口罩在防疫中起到重要作用，第一次也是来自于中国的经验。时间来到了1901年的12月，统治中国已经266年的清政府还有最后1年的寿命。当时我国的东3省爆发了鼠疫，华人医生伍连德临危受命，作为抗疫总医官，坐上了当时需要走3天才能到的火车，前往抗疫前线。伍连德是剑桥大学留学归来的，而且他毕业时是当届排名第1的学生。那在这3天中呢，他准备了大量的应对策略。熟悉那段历史的同学估计也知道，当时东3省涉及到清政府、日本、俄国3波势力，也都有着不同的想法。日本也派出了自己的专家北里柴三郎，这个人有多厉害呢？基本算是他们医学之父了。现在日本新版本的日元就会印这个人的头像。因为这次抗疫也暗含了许多较量。伍医生到东北后，首先做的就是在3者中来回斡旋，推广全面隔离，就差跑断腿了。同时想办法申请亲自解剖尸体做研究，并且持续观察患者。北里是鼠疫杆菌的发现者，但根本没有意识到使用隔离的方式更多是希望能有属于自己的科研成果，所以一直带着助手解剖老鼠。初期也否定了伍连德人传人的猜想，尽管这个猜想是经过对患者的观察发现的。后来伍连德在疫情区进行了中国医生历史上第1例人体解剖，发现哈尔滨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人际呼吸飞沫传播，这才有了无视口罩，并带着不到50名医生持续大力推广，不到100天就做到了全程无鼠疫。后来伍先生也发现了，其实这次疫情的源头是内蒙土拨鼠，而不是老鼠。一些猎人为了获取毛皮吃了野味，于是传过来的。伍连德也凭此一战成为了医学界的巨星，也成了第1位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当时清政府还开了一个万国鼠疫研讨会，竟然是第1次国际学术会议，全世界科学家都来学习了，国外的报纸也都是头版。为什么呢？是世界这么认可伍先生这个事件呢？首先最直接的贡献，其实当时东北闹鼠疫，全世界都很紧张，因为当时是1战前期，不夸张的说，当时的东北大豆几乎是养全世界。如果东北疫情没控制住，只靠阿根廷出口大豆还是不行的。另外就是伍先生作为发现鼠疫传染不同途径的第1人，他的口
口罩隔离法在几年后新一波的世纪大流感上直接就立刻得到了应用。瘟疫终会过去，但留下的影响却不会消失。现在我们环顾自己的日常小习惯，就会发现很多都和历史上的大事件有关。比如中国人喝水一定要烧开的习惯，也是因为鼠疫，而把水烧开是当时最经济有效的消毒办法了。我们习惯饭后漱口，早晚刷牙，也是因为鼠疫过后解剖学迅速发展，人类终于认识到保持口腔卫生是维护机体内环境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流行病最大的遗产就是为我们发现了一条有效阻隔疫情传播的方法：隔离以及注意个人卫生，增强免疫力。目前新冠病毒的控制最大的功劳应该归功于民众对隔离的配合，以及出行戴口罩习惯的养成。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完成自己的任务。到了今天，从医学史上看，我们已经进行了3次卫生革命，分别从以传染病为中心，到以慢性病为中心，再到现在的以更健康的生活质量为中心。每一次卫生革命都离不开对于当下时代最重要的需求的洞察。持续进行的天猫国际全球开眼日活动，就是一直在利用最先进的科学工具，借助全球的供应链大数据资源，找到当下隐藏的痛点，为国人发现新的生活方式。那么如今疫情即将结束，每个人都希望早点摘下口罩，可以放肆呼吸。对有口气的人群，长期佩戴口罩也非常容易有不适感。口腔清洁其实也是未来越来越受重视的领域。深度清洁口腔之后，长久保持清新的口气更是重中之重。其实历史上有很多有意思的清洁牙齿的方式，比如罗马人一直用牡蛎壳烧成粉加蜂蜜来刷牙。同时期的印度由于宗教原因也会非常重视牙齿，僧侣们是1小时刷牙1次，前面也说过了。而我们国内更习惯将丁香、鸡舌香作为口香糖。现在口腔预防医学也有越来越多的课题可以证明，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是紧密相关的。牙周健康与身体其他体系的健康都有着独立关系。这次天猫国际全球开眼日为国人发现了不少引领个人口腔护理新理念的优质产品，比如一些能够长时间保持清新口气的香口爆珠，适合与漱口水共同使用的香口喷雾等等。有口气可不怕，不知不觉的有口气才尴尬大家可以去天猫国际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能帮助你放肆呼吸的产品，也可以继续关注他们后续更多的精彩发现。